儿臣恭请皇额娘万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皇额娘。沉寂了大半年，未见衰退，倒是添了这份沉静气度，很好啊。皇额娘叮嘱儿臣，莫在四哥得意的时候太出风头，成了他人的眼中钉。儿臣便以编书为由，一则自保，二则也可沉定心境，有所休息。那是你编的书吗？是，这就是儿臣编的书，叫《交通圣稿》。虽然才编了一点，则总想着给皇额娘瞧瞧。平心静气，韬光养晦，才能以图来日。皇额娘的苦心，儿臣始终谨记。李煜，这让你换永城，怎么还不见人呢？皇上，伺候的人说，四阿哥去和亲王府上赴宴，醉酒归来，正在熟睡呢。白日喝酒，越发胡闹。皇上，咸亲王福晋来了，正在殿外候着呢。福晋来了，快让他进来。这。妾身恭请圣安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久不见福晋，今日怎么到养心殿来了？妾身今日入宫向皇后娘娘请安，又往启祥宫请安，得了嘉贵妃娘娘的厚礼，自愧无功受禄，心中不安。这咸亲王是朕的皇叔，福晋又是皇室的长辈，嘉贵妃送了你什么样的礼，让你如此心不安？是御史所产的黄玉一匣，还有红缎20匹，嘉贵妃派人送去了王府。果然是份厚礼。嘉贵妃出手如此阔绰，想必是有所求吧？皇上英明，嘉贵妃一心期盼四阿哥登临太子之位，托妾身请求王爷进言，妾身惶恐不安，只得向皇上明言。朕照旧把这份厚礼送给你，就当作为你这份忠君明礼吧。谢皇上。得这份厚礼的不止你一人吧？嘉贵妃联络命妇，满心热切，就如四阿哥在朝堂上待诸臣，十分亲厚。姑姑，好歹我也是您的侄子，每次都是苦苦求见，您多赏点银子交用也好呀。我虽然是妃子，但一向不得宠，但凡有了一些月银或者是赏赐，也都用在永琪身上了，我哪有多出来的银子呢？您没有，可是皇后娘娘跟您交好，她手指头缝里留出点都够了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这点事情怎么会去烦扰皇后娘娘？姑姑，我阿玛和额娘都死了，您就我这么一个侄子，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给你的这些钱，你省着点花就够了，别再去烂赌便是。姑姑，小气。额娘把扎旗打发了。额娘费心了。可是宫里就这点月银，哪经得住她盘磨盘似的要啊？
每回都跟见了血的苍蝇似的。给了他，不过上了赌场，没个底儿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谁家没有几个恶亲戚呢？打发他走便是了。永琪，这件事别让你皇额娘知道了。儿子明白。真是忘恩负义，还亲姑姑呢，等了一天就给这么点银子，那不够都是蛐儿的。当年要是不我阿玛给他送进宫，他能有今天？这是谁家的好亲戚啊？这德行跟本宫的弟弟没两样。仿佛是于妃的侄子，听说整日烂赌，经常来要钱。是吗？你去好好打听打听。是。玉壶，你去传旨，自圣祖以来，朝廷禁止官员与诸位皇子来往。如今旧令重申，以示警戒。是。对了，你常在宫中走动，嘉贵妃赏赐福晋命妇，怎不告诉朕？后妃赏赐命妇是常事，若不事前亲王福晋来告诉皇上嘉贵妃所求，奴婢也无从查知。两广总督进献，一份到了朕这儿，一份到了嘉贵妃那儿。那些封疆大吏们都怎么看待永成的？您怎么看待四阿哥？朝臣们就怎么看待四阿哥？皇上下这道旨意，是专为提醒四阿哥的。结交官员、私立群党，是皇上最忌讳的。如今皇上这般警醒，但愿永成可以恪守皇子的本分。前段日子四阿哥风光，五阿哥却被皇上冷落。不过幸好，五阿哥得了太后青眼。永琪本就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太后在宫中辈分是最高的，永琪孝顺太后也是理所应当的事儿。嘉贵妃母子眼里只盯着皇上，却无视太后，失了皇太后的顾惜，得不偿失。诸贤生扰，恨融融，长叹空随，几阵风。哟，从哪里听来的戏文呢？酸溜溜的。你天天在宫里当差，留我一个人在家，你有什么好长吁短叹的呀？是你是殷勤，可你总得顾着家里吧？从咱俩成婚以来，你回过几次府里呀？我是御前伺候的人，自然不能常常出宫来。反正我是看出来了，就算你人在，心也没在。你我成婚2年多，为何你总是不称心呢？你要么得功名利禄，让我享受荣华富贵；要么经常回来陪我，事事由我做主。你不过一个小小的侍卫，又不能经常陪我，我自然心里不乐意了。我娘，这皇阿玛怎么好端端的突然不理儿子了？儿子啊，你若是太出挑，背后诋毁你的人就多了，别放在心上，谁还没个起落呢？可皇阿玛对儿子淡淡的，我心里也没个着落呀。额娘从前也失过宠，凭着你们几个孩子就还能再爬起来。一时被冷待不要紧，你是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皇子，是贵子。只要嫡子没长大，你好好表现，咱们就还有机会，千万别灰心。我是不会灰心的。咱们母子费了多大力气才爬起来，万不能再沉下去了。儿子明白。
这些皇孙里，就你最愿意陪着哀家，心也静。皇祖母不嫌孙儿愚钝就好。进了吧。奴在请皇太后安，请五阿哥安。起来吧，何事？木兰围场进献了数匹刚驯化的野马，养如玉苑。皇上请五阿哥过去。年轻人喜欢这些，去吧。那孙儿就先告退了。好马。这些驯马师也真是无用，草原上的马再烈，打也打服了。听说诸位阿哥们都善于狩猎，若是这马驯不服，一箭射死也便罢了，是这样吧？影娘娘这话便差了。野马虽然难以驯服，但若是都一箭射死，哪还有好玩的供给宫里啊？四阿哥的意思是，你能驯服得了这野马，是吗？草，鱼，乖，来，乖，听话。四哥好厉害，好厉害！四阿哥真不错，还真有皇上平定天下、驯服四海的模样。永成啊，这野马倒是很听你的话呀。乖。皇上，这野马的脾性，四阿哥是最为熟悉的。听话。每年秋显之时，四阿哥都会亲自来木兰围场，喂养那些新驯的野马。围场进贡的这些野马，听说连最好的驯马师也得训很长时间。听话，乖。吃点。永成，站在那儿做什么？快回来！永成在那喂马喂得好好的，你叫他回来做什么？是，臣妾怕他被马伤着了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你说永成每年都会到围场跟野马亲近是吗？是。微臣在木兰围场当差的那段时间，曾经亲眼所见。后来陪皇上骑马打猎，也见过几次。四阿哥，真是天赋异禀，常人难以企及啊。乖。乖。驾。凌云车，微臣在。当日在木兰围场，你救朕的情景，你可还记得？如此情急之事，微臣当然记得。四阿哥和五阿哥及时救父，实在是英勇。他们英勇？是。五阿哥用血肉之躯，替皇上挡住了发了性子的野马，是奋不顾身的。而四阿哥也实为敏捷。微臣记得，当时微臣在林子里遛马，无意中看见皇上一进了林子，四阿哥便跟了进来。微臣想，他可能是在找您吧，所以皇上一遇险，四阿哥便出现了。永成就这般扣得准时机。
主儿怎么了？自从御苑回来后，您就一直愁眉不展的。一心想永成出挑，可如今又怕他太出挑了。他怎么能表现出对野马习性的熟知呢？皇上最是疑心，如今对永成也不如从前那般喜爱了。您别太担心了。我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永璇呢？八阿哥永璇在哪？不是在偏殿睡觉吗？你看我，不行，光一个永成还不够，永璇也得讨皇上喜欢。本宫的3个皇子里，必须得有1个是太子才行。那你也得先顾着4阿哥吧，毕竟4阿哥最年长。本宫得给王爷写封家书，让他勤俭执政，竭尽所能的为大清效力。家书出去前，皇上定会过目，他肯定会明白您和母族的心意的。只要皇上认为御史忠心有用，就不会怠慢我们母子。我还要让王爷请求皇上，让皇子出使御史。若皇上派了4阿哥最好，这样4阿哥就能和御史亲近；若是不派4阿哥，那必定会派5阿哥。若是派了5阿哥，那他就自求多福了。皇上，您梦魇了，怎么了？如意，哎，方才朕梦到了永成，梦到了朕独自入林遇刺那一日，那2支冷箭到底是谁放的？到底是谁要害了朕的性命啊？那件事儿，傅恒大人不都已经仔细查过了吗？没查到什么呀？你知道吗？那日是一匹野马引朕入林的，而今日朕才知道，原来永成善于引导野马。皇上怀疑永成啊？这皇位在上，本就难保父子之情。那日凌云彻来救朕之时，明明看到永成骑马在朕之后才入林的，可他为什么没有出声寻朕？这险情一出，他立刻赶出，时机这般凑巧。况且，朕也知道嘉贵妃母子的心思。当初嘉贵妃对后位有多热切，永成对太子之位就有多热切。朕已经派人去查，永成当日的行踪是否如凌云彻所言。若是永成真拿朕的安危来讨朕的欢心，那他就不配做朕的儿子。是。先别想了，明天还得上朝呢，睡吧。啊？来。这回朕要你秘密跑了一趟木兰围场，你事办的怎么样？奴才谨遵皇上吩咐，表面巡防了木兰围场，暗中仔细查访了当年行刺之事。你暗访的事情，没录任何异样吧？没有，奴才细细查访过，当年凌云彻为克嫔娘娘遛马，应是漫无目的的才闯入林内。而当时确实有人看见皇上入林时，4阿哥也紧跟着进去。
在这段时间，大概四阿哥去的是皇上的方向，所以皇上一有险情，四阿哥